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10号地区是小智战斗意识的巅峰，联盟赛上与真丝的那一战更是至今无法超越。而在那一战中，真丝强大农王蝎的倒下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而击败他的正是今天要介绍宝可梦天蝎王了。天蝎王除了在 DP 64级中登场，当时他还只是一只天蝎，他一群同伴乘着风来到一个小镇上，然后大肆捣乱，还把小智伙的午餐给偷吃了。而据君莎小姐所说，天蝎并不是有意的，他们只是因为城市气流较为紊乱，无法找到离开的路，所以才一直待在这里。知道事情原委后，小智一行人就决定帮助天蝎们离开。期间，小智就和自己的天蝎相遇了。当时这只天蝎看上去呆头呆脑的，反应也比同伴慢一拍，因此多次遇险。每次小智都及时出现帮助了他，可是在天蝎放飞计划实到一半的时候，却遭到火箭队破坏。后来在小智行人的共同努力下，才把火箭队打飞，天蝎们也顺利的离开了城镇。而这只天蝎后来却主动回来找小智，小智立马明白了他的想法，收服了他。有趣的是，在同一集里，真丝收服了天蝎群的老大天蝎王。天蝎的性格是那种小孩子类型的，只要受了点伤或者战斗不利，就会立马去找小智撒娇。这点在 DP 81级中就有所体现。当时小智向劲敌真丝发起挑战，可天蝎实力却远不及天蝎王，就连气势上也被压得死死的。天蝎虽然竭力去战斗，可惜还是被天蝎王的一招剪刀断头台秒杀。经此一战后，天蝎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实在太弱了，于是主动要求小智给自己特训，但是特训中依然不改胆小怕事的毛病，看到对方攻击立马吓得就躲开。小智想教训一下，但是天蝎立马梨花带雨，这还让人咋搞？在 DP 85级中，小豹得知这个情况后，便将天蝎进化的必备道具锐利之牙交给了小智，并建议让天蝎进化。天蝎很想要，但是小智却认为依靠这种方式变强没有任何意义。这节最后通过火箭队神助攻，天蝎终于不再恐惧战斗，于是小智才决定将锐利之牙交给天蝎。可能是为了让天蝎进化的更有意义吧，所以编剧让小智掉下峡谷，然后天蝎接住了小智的锐利之牙，进化成天蝎王。这样安排就显得有意义多了吧。进化之后，天蝎王的实力确实变强了一些，不过性格方面却没啥改变，该撒娇的还是撒娇，该哭的时候还是哭，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。下面再简单说一下天蝎王的一些战绩吧。在 DP 107级中，小智挑战刚属性道馆馆主东罡的过程中，小智派出天蝎王对战馆主的王牌宝可梦顾成龙，并最后利用火焰牙击败了他。之后在 DP 127级中，小智挑战冰系道馆时也派上天蝎王。虽说天蝎王会火系的火焰牙，但是因为不适应雪地作战，所以很快被雪地怪的冰冻之风打败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天蝎王在小智的队伍中一直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地位。此外，天蝎王还有一个很大的不足之处，那就是他作为一只非行星宝可梦，却仍然不能很好的掌控气流，这导致他很多时候无法飞行。这一点直到 DP 152级，小智和一个叫做光藏气球大师对战，天蝎王当时因为无法应对当地特殊地形造成的风而不断失误，因此被光藏巨剑螳螂打败。经过一晚上的刻苦特训后，天蝎王虽然能够重创巨剑螳螂，不过最后还是遗憾落败了。光藏看中了天蝎王的毅力和天赋，认为如果他在自己这里锻炼会得到更大的进步。听到这话，小智跟天蝎王征求了意见，一番取舍后，天蝎王为了变得更强，决定留在光藏这边锻炼自己。这一步跟当初送给喷火龙有点神似啊。而在与真丝最后对决时，小智别有用心的让光藏将天蝎王送了回来。小智先派出他来对付真丝的铁面忍者，但是铁面忍者速度过快，天蝎王不仅没能造成有效伤害，还被铁面忍者痛打一顿，并且落到地上的时候还遭受到毒泥的侵蚀，进入了剧毒状态。小智见作战不利，赶紧把天蝎王收了回来。这里天蝎王的特训成果并没有发挥出来，在下一集里他对上了真丝的龙王蝎，这个龙王蝎的实力非常强大，接连打败了小智姆克因、有机鼬和土台龟，而自身还有充沛的体力。在这一战中，天蝎王的特训成果终于展露出来，依靠自己在光藏那边训练出来秘籍，利用烟雾绕到后面，使用超级冲击重创龙王蝎，并且瞬间利用爆炸气流往回翻滚，拉开距离飞向了半空，完成一波完美的输出。
要知道，正常情况下，使用超级冲击后是不能够动弹的。真丝还打算利用这一点打败天蝎王了。接着，天蝎王躲过了飞弹阵之后，使用火焰牙命中了龙王蝎，而且还触发了烧伤效果，这下彻底打败龙王蝎。虽然紧接着在对付电击魔兽时被一招秒杀，但打败龙王蝎无疑为小智打赢真丝立下汗马功劳啊！好了，以上就是关于天蝎王的大致介绍了，我是傻逼，咱们下期见。